Hello，大家好，我是小雪，欢迎大家观看这一次的中午的辣类的第2集，马上就要周年庆的直播要来临了，就是今天晚上，相信你们看的时候，你应该很过期了吧？你也知道呀。好吧，然后上一集里呢，我竟然讲的是那个什么圣夜安魂颂，大家看看这一次的圣夜安魂颂啊，那个是本次套装的名字，我看错了，哈哈，我在说什么呀？那么呢，在开始这一次的活动之前呢，我先来一个小小的好奇心，这个什么描摹新颖是什么呀？应该是跟这一次周年庆有关系的，应该是。直播开启 ，OK， 这确定了，这个就是倒计时吧，倒计时，不用看了，一定是倒计时啊！等等，预告中的预告，这个是这一次周年庆的之前的预告 ，OK， 好吧，那么我们开始这一次的活动故事。上一集故事呢，我要怎么解释呢？就是有点复杂吧。就从头到尾也没有什么人说话。总之呢，莫迪呢，他的老师是里尔里德，而莫迪呢，他一直以来呢，都一直在找老师的身影，而呢，他找到的身影就是呢，在一个信鸽皇宫的某个地下室里面有老师的什么记忆的碎片还是什么东东，总之呢，他就是去到那边。可是呢，要打开里面的那扇门呢，就必须是要老师所说的那个继承人，就是老师的继承人。可是呢，他说呢，他竟然是老师喜欢的学生，那说不定呢，他自己就是继承人。可是呢，没想到呢，继承人不是他自己，而是暖暖。然后他就在想呢，为什么暖暖还有那个半星呢？他们都有各说各的什么东东啊，类似像有继承什么东东啊，就他一个人啥都没有，就只是老师所兴趣培养的一个人才。没有啦，老师也是很喜欢他的啦。然后后期也有说到，总之呢，我也看到乱七八糟，你们没有看到乱七八糟就可以了，我看乱七八糟就可以了，我在讲什么？那么好吧，那么我们开始这一次的灰指的变奏，这样念吗？是诙谐的变奏。老师下达的指示是去寻找那些已经失落的关于末日信仰的曲子，让他们重新回荡在奇迹大陆上。为了便于行事，老师又给予莫迪更多的力量，令他的音乐能够看到更多更久远的记忆。这片大陆遗闪着许多关于末日的信仰。女祭司伊索尔给莫迪的那些古老歌谣属于北地，剩下的遗落在尼尼尔荒原里信鸽。于是莫迪带着雅各布前往这些地方，寻找昔日信仰掩埋在岁月尘埃中的遗迹。莫迪进入荒原的流沙神殿，穿过一个又一个祭祀不同神灵的殿堂，在诸多信仰中找到了关于末日的古曲。荒原的神灵实在太多了，流沙神殿汇聚了荒原所有的信仰，众多神灵的光辉在此一同闪烁。当唯一至高的光芒降临时，其他昏暗的星辰都不值一提。这些繁杂的枝桠应该提早修剪出去。于是莫迪将古曲在荒原散布开来，一时之间荒原的祖先信仰濒临崩塌，几乎所有人都在歌颂即将在末日降临的神明。他将荒原之旅的见闻分享给暖暖，不出所料，暖暖在他的暗示下也来到了荒原。他在通天塔中拼尽全力对抗即将降临的末日，甚至分走了一部分对于末日神的信仰。呜呼，这个卡可以啊，该不会是这一次周年庆的吧？难道这个末日的信仰该不会是周年庆的吗？老师再度出现在莫迪的梦境中，略有不满地质问莫迪为何要多此一举。我曾经赋予那孩子拯救的使命，要从过去到现在，他总是站在我的对立面，甚至这一次，那平庸的第一个学生也站在他身边。我对他们很失望，莫迪，
你不会像那些不听话的学生一样反对我的，对吗？莫迪只是耸了耸肩，唇边浮现一抹轻松自得的微笑。没有对手的比赛是乏味的，没有伴奏的衬托又怎么能凸显主旋律的恢宏壮丽？我并不想默默无闻地做这一切，我要让他们亲眼见证，我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走得更远，离你更近。梦境中，老师的神色变得柔和，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在尼尼尔的搜寻要顺利许多。莫迪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摇篮曲，它至今仍在尼尼尔广为传唱，只不过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这段旋律曾经所代表的信仰，而是用它歌唱着温柔的月光与黑夜，歌唱它们带来了宁静和祥和。关于末日的信仰虽然已被遗忘，但关于末日的创作，那些美丽的音乐或作和设计却一直在尼尼尔流传。尼尼尔只信仰美，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而后，莫迪来到了苹果，这里是没有信仰的蛮荒之地，从未有歌颂末日的曲子在此诞生。不过，这里也有人在探寻对抗末日的方法。莫丘利财团的小总裁将人们集中在纽因岛，试图将他们以末日带来的奇异病症隔离开来。黑雨的病症带来了并发的灵感，足以令普通人过越名为平柔的恭贺，触碰到一生都无法靠近的美的边缘。但是他们并未领悟到，这是老师的启示。伟大的先知为大陆带来了美的启迪，一如他千百年前用手稿所做的那样。于是莫迪写下一首欢乐颂，留在了那里。当暖暖在纽因岛的比赛中登临之高的位置时，乐曲随之响起。人们在目睹弥赛亚之星诞生的同时，这首乐曲也被深深烙印在他们的心底。借着暖暖登顶成为弥赛亚之星的机会，莫迪在苹果人的心底埋下了信仰的种子。真可惜，我倒希望是你成为弥赛亚之星，因为你的才华值得所有人的注目。如果是以前，我也考虑亲自登顶，但眼下我已经有了更加崇高的事业。我希望这世上的无上荣光都只属于你。散发着金色辉光的手掌温柔抚摸着莫迪的头顶，他的声音温和慈爱，悠悠飘荡在莫迪耳边。好孩子，你应当站在离我最近的地方。属于信鸽的末日颂歌已经由木精灵师博取回，就在他的领地之中。你来见我吧，你知道路的。我在等待继承人的地方等待你。那什么，我虽然上一集就很想说了，那个里厄里德他的头发不应该是银色吗？怎么这个是那个什么银黄色啊？然后我是不是我很久没有关注奇异大陆的故事了？我突然间有点接不了口呀。莫迪他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去旅程？等，又是发生什么事情？抱歉，我现在接不了口。我现在严重的怀疑，周年庆专场套装其中一个肯定有里厄里德。时隔多久了？里厄里德终于又再度出现了是时隔多久了？应该是1周年到现在了吧？还挺久的。然后也是有发了一个预告，但是呢，那个预告也说不了什么。但是呢，我们都猜测里厄里德肯定是这一次专场里面的其中一个设计师。然后莫迪嘛，可能性也是很高啦。不过破300万的那个的免套闪套是莫迪设计的，非常的高贵优雅。我甚至以为是洛丽，可是没想到不是，是莫迪。而且呢，他的那个肤色的套装有点像白雪公主，不过只限制于上半身。好像离题了。那么开始黄昏的终曲。暖暖莫迪睁开眼，无数画面在脑海中飞快闪过。他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莫迪藏在末日颂歌里的记忆。
此时的他身处熟悉的暗道之中，莫迪走在前面，前方是那扇通往地宫的暗门。莫迪，不要去！暖暖大声的呼唤，试图阻止莫迪进入地宫。然而，一道无形的屏障拦在他面前，莫迪像是完全听不到他的声音一般，径直向前走去。暖暖，这是莫迪的记忆，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我们无法改变。莫迪在那扇曾经将他拒之在外的十字暗门前停下了脚步，久久地凝望着他，不知在思索什么。老师，我曾经是多么希望那个继承人可以是我，无论您需要我做什么，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会拼尽全力的。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我终究是用我自己的方式，依靠我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走到了您的身边，像是这番真挚的自白终于传达到了一般。这一次他什么也没做，暗门便发着隆隆的巨响，在他面前轰然大开。地宫中央的圣坛上安置着光滑流转的隐形晶体，纯净的光芒所绕其上，如有生命一般起伏变化。黑羽覆面的男孩站在圣坛之前，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源流之晶。莫迪走进地宫，尽管眼前的男孩孱弱瘦小，与记忆中的形象毫不相符，但莫迪依旧勾寻而依恋地注视着他，注视着追寻多年的老师。你来啦，我一直在等你，你做得很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好孩子，你会成为我真正的继承人。莫迪微微翘起嘴角，笑得轻松而骄傲，就像小时候演奏的乐曲得到了老师的夸赞一样开心。很快了，当所有的信仰都汇聚到我身上，你就会见到真正的我。现在把它交给我吧。不要交给他！尽管知道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尽管知道已经无法改变，暖暖还是伸出手臂，试图穿过那道阻断时空与记忆的屏障。莫迪，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谈起过老师，他曾经教导你，向你展示人类的那一面。对他来说，你是特殊的。我相信他一定对你怀有期待，但我绝不相信老师会希望你推进末日。一滴眼泪坠落在地。这一次，莫迪仿佛察觉到空气中多出了一道微妙的波动，他停下脚步，视线投向了暖暖所在的方向。暖暖不知道莫迪是否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只能捉住一丝希望，竭尽全力继续诉说。我们在维罗丁告别的时候，你说希望能帮上我的忙，我真的很感动。这一路以来，也是你的线索，一直引导我们阻止末日带来的危机。你一直是拯救世界的路上我很重要的伙伴，你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靠近老师，不是吗？所以莫迪，我相信你一定。而后他看见莫迪望着自己，微微勾起了唇角。可是你看，我的确先你一步找到了老师。莫迪转过头，面上仍带着欢欣的笑意，摘下自己一直佩戴着圆环吊坠，递给了就在他身前的男孩。火意在此终止，源流之精、地宫、男孩、莫迪，眼前的一切霎时破碎成闪光的碎片，被沉闷贴切的黑暗尽数吞没。在如潮水般翻来的黑暗中，暖暖再度听到了那悠远空灵的末日颂歌，伴着熟悉的旋律，莫迪的最后一句低语萧然飘至：让我们在末日再见吧，暖暖。啊，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该不会是周年庆的伏笔吧？不是吧？我没有看主线故事，所以有点那什么，我突然间想说一句话，那就是呢，在安年前吧，在安年前呢，我曾经有说过，在这一次周年庆来临之前要看完所有的主线故事，而不是至少要发一下主线故事的影片。可是到现在，
那么这一次的故事就此结束了，大家好好的存钻石，有兑换码大家记得要兑换，记得关注台版的记得关注 Facebook， 然后玩国服记得关注微博，或者是好好关注一下，总之关注 B 站也好，微博也好，小红书也好，大家记得关注，好好兑换钻石，拜拜，祝大家10连市场，我心满满，拜拜，我可以去抽格了，抽免费的。